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人到老年最容易犯愁的事情，莫过于如何才能妥善安排好自己的养老问题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，但是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，能够供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就极为单一。老年人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依靠儿女养老、雇佣保姆养老、去养老院养老这三种生活方式。老年人如果选择在儿女们的身边养老，由于两代人的思想观念差异，很容易就会激发矛盾，让原本和谐的亲子关系变得剑拔弩张。所以很多尝试过在儿女身边养老的老年人，他们都会主动地放弃这样的生活。而老年人如果选择雇保姆养老的方式，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保姆动辄5、6千的工资，甚至比很多老年人的退休金还要高，让为数不多的老年人望而却步。老年人如果选择去养老院养老，不仅费用高昂，老年人未必能够适应养老院里面的集体生活。住在养老院里，老人就必须遵守养老院的作息时间，要定时吃饭，按时睡觉。如果是喜欢随性生活的老年人，他们就很难适应这样刻板的生活方式。而且养老院里人员众多，人一多就有江湖，老人们之间骂个架，甚至推推搡搡、骂骂咧咧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。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很多喜欢清静的老人止步。80岁的李大爷，他在经历在儿女身边养老、雇保姆、去养老院养老这3种生活方式之后，再也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养老。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，并且一直沿袭至今。李大爷今年80岁，是一个丧偶的老年人。老伴在他75岁那年因病去世。老伴去世之后，李大爷的幸福晚年生活就此离去。老伴在世的时候，李大爷从未因为养老的问题而发愁过。他和老伴的感情一直很好，本打算就一直相互扶持到终老。人吃五谷杂粮都会有3病2痛的时候，李大爷和老伴之间只要有一个人生病，另一个就会细心地照顾对方，直到对方康复为止。他们经常一起相携到医院去看病，从未感觉看病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。可是自从李大爷的老伴去世之后，看病对于李大爷来说就成了很大的问题。人生病的时候身上完全没有力气，更何况是这样的高龄老人。以前李大爷看病的时候都是由老伴去排队挂号、缴费和取药，他只需要坐着等就行。然而老伴去世之后，李大爷在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再也没有了这样的待遇。他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体排各式各样的长队，一场病看下来几乎累得虚脱。虽然李大爷有一儿一女，但是看病的时候从不让儿女们陪着，儿女们的日子也过得不容易。他们要忙着工作、忙家庭，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的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照顾他。既然我帮不上他们，就不想给他们添麻烦。便世上的事情常常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李大爷越是不想麻烦儿女们，偏偏命运要将他送到儿女们的身边，接受儿女们的照顾。一天，李大爷出门买菜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这一跤摔得不轻，直接将李大爷摔进了医院。当儿女们赶到的时候，李大爷刚刚做完手术。李大爷的一条腿上打了钢钉，医生嘱咐李大爷要在家里静养至少半年。女儿们和李大爷商量，让他一家住3个月，这样他们2个人一起分担着，压力就会减轻一半。虽然李大爷觉得这样挺折腾的，但是李大爷想不到更好的办法，只好同意在儿女们的家里分别住3个月。在儿女们家里住的时候，李大爷总感觉自己像一个外人一样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们的家，但是儿女们的家却未必是父母的家。李大爷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。自从他住进儿女们的家，
就真切地感觉到，儿女们的家永远不可能是他的家。虽然他住在儿女们的家里，用的吃的都很不错，但那份陌生的疏离感却是怎么都抹不去。每当吃饭的时候，他永远是一个人待着，他们会给他单独盛上一碗饭菜，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吃。他知道儿女们都嫌弃他，他们嫌弃他老了，认为他是一个邋遢的糟老头。李大爷说这些我都可以忍受，但是我无法忍受的事情是儿女们和我说话时不耐烦的态度。我承认自己的思维跟不上时代，说话时经常说不到点子上，让儿女们很是厌烦。让我想不通的是，儿女们小时候比我糊涂多了，为什么我能够对他们不厌其烦，如今我老了却不得不看他们冷脸呢？我忍耐地在儿女们家轮流住了半年，等到身体稍恢复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并且深深地感受到了什么叫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。大爷自从摔伤腿之后，就自此留下了后遗症，导致他从此走不了远路。独自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买菜购物，每次去菜市场买菜到家后，李大爷都会腿疼得冷冒直汗，他不得不雇来一个住家保姆，照顾他平日里的饮食起居。每个月付给保姆5000块钱的工资，付给保姆的工资比李大爷的退休金还要高。儿女们每个人每个月补贴1000块，他根本就雇不起保姆。由于李大爷的钱太少，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苦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导致家里根本留不住保姆。那些雇得起保姆的家庭，他们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会差，所以保姆们在其他雇主家里做事的时候，伙食都会相当的好。每一个保姆来到李大爷家之后，没干几天就要闹着走，他们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辛苦的生活。既然顾不到保姆，李大爷只好让儿子把他送到养老院去，是一家比较低档次的养老院。虽然养老院的条件不咋的，但是胜在便宜。李大爷的退休金足够支付养老院的费用。自从李大爷住进养老院之后，他的儿女们倒是挺开心的，因为他们再也不需要补贴李大爷的保姆费用，日子就能过得宽裕一点。李大爷说，我体谅儿女们的不易，所以我打算在养老院里终老。无奈我随性的性格实在是接受不了养老院里面的军事化的集体生活，导致我仅仅住了1个月就离开了养老院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我又过起了一个人的独居生活。小区门口开了一个小超市，开超市的小夫妻俩都很和气，他们看到我走路时颤颤巍巍的，总是帮我把菜拎进电梯之后才转身离去。一来二去的，我和小夫妻俩就成为了熟人。虽然我现在的日子还算过得去，但毕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。随着我年龄的增长，体力也越来越力不从心，我也越来越为养老的问题而感到焦虑。因为我知道我终有一天无法独立生活，必须在他人的照顾下活着。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把这个主意告诉开超市的小夫妻俩，说他们只需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帮我洗洗衣服，打扫一下屋子，做下2顿饭，我就每个月给他们2000块钱的工资，每天只吃2顿饭，而且我不吃大鱼大肉，只需要做一些清淡的小菜就行。这样算下去，他们即使是每天去我家里做事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小夫妻听后很高兴，就接受我这个建议。夫妻俩拿了我的钱，每天抽空来我家帮我做2顿饭，顺便收拾一下屋子。由于只有我一个人住，家里并没有太多的活，所以做起来也是特别的轻松。对于这份额外的收入，夫妻俩感到非常的满足，做事特别的尽心尽责，照顾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周到和贴心。如今小夫妻已经照顾1年的时间，我们一直相处得非常的和谐，双方甚至培养出了亲情的感觉，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在我80岁的时候，
不需要花大价钱雇保姆和去养老院，也不需要麻烦儿女，就能找到如此舒心快乐的养老方式。我每个月仅仅付出了2000块钱，就得到如此周到的服务，让我不禁喜出自胜。我告诉夫妻俩，只要他们将我一直照顾到终老，我就会额外的奖他们5万块钱。小夫妻俩对我感恩戴德，因为这5万块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。他们说我是一个善良的老人，照顾我的时候格外的精心，让我感觉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依靠。老年的养老方式其实并没有定居，只要是适合自己的，就是最佳的养老方式。当我们对现有的养老方式不满意的时候，不妨换个思路，换个路径去解决问题。即使我们没有太多的钱，仍然可以实现舒适养老的目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